今年2022年已经到了尾声啦，美联储它今年一共调升了17码的基准利率，以1码 0.25% 来看的话呢，它今年已经将基准利率调升了 4.25%。基准利率的调升呢，导致了台美股的股市都深受其害。但今天呢，我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不错的投资机会，那就是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手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现在10年期投资级别的美债，它的殖利率高达了 5.57%， 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新高哦。那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个殖利率，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可以直接投资美债 ETF 吗？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呢，那我强烈建议你这期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点赞并且按烂这个小铃铛，那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我的影片通知咯。我将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投资攻略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哦，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它现在的殖利率来到了 3.68%。而蓝线的部分的话呢，是属于10年期评级为 BBB 以上的投资级债券，它的债券殖利率更是来到了 5.57%。如果你不想要承担太高的投资风险，又想要领稳定的利息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参考这些投资级别的债券。这跟长天期的定存相比的话呢，它给予你更高的报酬。如果你原本就有一笔钱打算要定存的话呢，或是你想要领固定的利息，那了解债券投资的话呢，一定对你是非常的有帮助。那什么是债券呢？债券就是一种借据哦，就好比我们将钱借给了债券的发行人。那我们借钱给别人的话呢，我们一定会要求对方支付利息。还是你借钱给别人都不支付利息的，那我可以跟你借钱吗？我的名字是超级有钱人白鸟利特。那借钱给别人的话呢，我们一定会要求偿还本金的日期，跟他所要支付的利息，还有他利息支付的一个频率。接下来你要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你还会调查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方的信用到底是如何，因为你一定会怕他不会还钱嘛。那如果他的信用很差的话呢，你是不是就不会借钱给他？或者是说呢，你借钱给他的话呢，你会要求比较高的利息，因为你承担的风险比较高，你当然会要求你要给我比较多的利息，我才要借钱给你嘛。那投资债券也是一样债券也有一个专门的评级机构，它来评级这些债券他们的信用风险是如何。那如果债券的发行者他的信用被评级为非常的不好的话呢，那他就必须要提供更高的利率，否则就没有投资人想要去投资他的债券。所以要是你看到有一些债券它的殖利率高达了 10% 甚至是 15% 的话呢，那你不要急着高兴，好像自己挖到了宝藏因为这些债券他们可能信用评级非常非常的差哦。那我们通常称这种信用评级非常差的债券我们叫它为高收益债券这是好听的意思。那难听的意思叫做什么？叫做垃圾债券。它就是指债券评级中它的等级排名是比较低的债券。该类债券呢，一般被认为信用评级非常的低，而且存在极高的违约的风险，它的利息可能支付不出来，再来就是它的本金可能到期的时候无法偿还给你，最糟的情况就是它可能会倒闭。那你买这类债券的话呢，就像是你把钱借给了一个信用不好的人。所以我们选债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看它的信用评级是如何。那到底有哪些信用评级可以参考呢？这边我跟你分享3家世界上最有名的债券评级机构。第一家叫做穆迪，第二家叫做标普标普就是我们那个标普500指数的这家公司那第三家的话呢，就是惠誉国际他们会对呢债券去进行评级，然后让投资人可以快速的参考这些债券的风险和报酬是否恰当。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呢，列出了标普、穆迪跟惠誉国际这3家公司他们评级的一个标准。那他们债券的评级的话呢，最好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Triple-A， 也就是3个 A。那最差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C 或者是 D。那投资级别的债券的话呢，最少都是 BBB 以上，也就是绿色区域的部分。那非投资级别的债券的话呢，就是 BBB 以下。然后越下面的话呢，就代表说这些债券它们的风险越高。那美国公债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Triple-A 的部分，也就是在最上面这一层。那垃圾债券呢，到底可以提供多高的利率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它是美林证券它所贩卖的美债，经过标普评级之后呢，它的平均收益率如下。那美林证券呢，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零售商，还有投资银行之一。
那蓝色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美林证券它所发行的债券呢，被标普公司评级为 BB 级别的企业债券。那它的收益率的话呢是 6.84%。那红色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被评级为 B 级别的债券。那它的收益率的部分的话呢是 8.88%。那黑色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被评级为 CCC 的企业债券，那它的收益率高达了 15.13%。那 CCC 的话呢，就代表说它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容易违约所以说呢，投资这种债券的话呢，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高。那评级最高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美国公债那美国公债的话呢，就是 AAA 级的。那它10年到期的美国公债目前提供的殖利率就是 3.69%。那之前最高的时候呢是10月31号最高是来到了 4.1%好，那我们知道评级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去选择 BBB 以上的投资级别的美债来进行投资，然后借此来获得稳定的利息。那我们到底要如何投资呢？我们要选择单一的美债进行投资，还是选择美债 ETF 进行投资呢？那这边有给大家一些想法如果你是打算领稳定的利息，然后呢你也打算持有到期然后拿回本金的话呢，那你应该要去选择单一的美债进行投资。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投资单一的美债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上面的这期影片。那我在这期影片教大家如何花$1000就可以买进美国公债那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挑选单一的美债，那可不可以像投资股票 ETF 一样直接去投资债券的 ETF 呢？他们投资逻辑一样吗？这边要跟大家讲他们投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都知道债券它持有到期的话呢，它是会偿还本金的。但是呢，债券 ETF 它是没有到期偿还本金的特性虽然债券 ETF 它的成分股都是单一的债券，但是每一个债券它的到期的时间都不同。而且每当这些债券它们的期限低于某一个限度的时候呢， ETF 就会自动将这些债券给卖出，然后呢重新再买一个新的债券进来，这就会导致债券 ETF 它永远都不会到期，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到期偿还本金这个特性所以如果你现在真的打算锁住这个高利率的债券的话呢，那投资单一的美债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投资单一的美债的话呢，你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风险第一个就是债券可能会违约因为信用再好的公司它还是有机会违约的。小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付不出利息，那大的话呢，就是它可能连本金都付不出来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你中途如果卖出这些债券的话呢，你是不能保本的，因为这些债券呢，只有在到期日期的时候呢，发行者才会用本金的价格呢，将这个债券给赎回来。好，那如果你提前卖出的话呢，你是卖给其他的投资人不是卖给债券发行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没有保本的一个价值了。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投资债券的话呢，你可能会丧失一些投资的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股市的长期的报酬是高于债券的。那如果你去买了一个10年期的债券，那你这笔钱几乎就等于是要套牢10年了如果你打算要持有到期的话呢，你几乎就是套牢10年了。那这10年的期间呢，如果拿去投资股市的话呢，你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报酬。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你丧失的一个投资机会那第四个风险就是汇率的风险因为目前呢，美国它的基准利率持续的调升，这就导致美元的汇率非常的强势。那如果之后美联储开始降息，那美元的汇率就会开始逐渐的走弱，那这就会产生一个汇率的风险咯。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到这边啦。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留下你觉得今天最有帮助的观念，这可以帮助你内化今天的学习内容好，那我是不随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如果你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且按烂这个小铃铛记得点赞